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的健康小课堂。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老熟人。你想想看，从小到大，咱们听过多少关于他的话？麻屋子红帐子，里头睡个白胖子。这谜语一出口，估计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脱口而出。没错，就是花生。过年过节，桌上摆一盘花生瓜子儿，那叫一个热闹。平时下馆子，先来一碟油炸花生米，配点小酒，那叫一个舒坦。早上喝粥，抓一把花生米进去，又香又顶饱。你看，不管是逢年过节的大场面，还是咱老百姓的一日三餐，花生可以说是妥妥的国民零食，人气高的不得了。其实啊，花生这东西在咱们中国的餐桌上扎根，也不过是这几百年的事儿。它原产于南美洲，明朝末年才漂洋过海传入中国。一开始还被叫做落花生，因为它开花之后，花梗会往地里钻，最后在土里结果。这在植物界里头也算是个另类了。也正因为这个特性，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外号，叫长生果，寓意着长寿健康。你看，从一开始，咱们老祖宗就对花生寄予了美好的期望。但是啊，朋友们，这人人都在吃的花生，你真的吃对了吗？它到底是养生的好帮手，还是藏在嘴边的健康隐患？今天咱们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争取让大家伙听完这一期就能把花生吃明白，吃健康。咱们先给花生说句公道话，很多人觉得花生就是个普通零嘴饭桌上凑数的小玩意儿，其实啊，它的营养价值那可一点不含糊，说它是平民食材里的营养冠军都不为过。咱们翻开权威的食物成分表来看看，每100克生花生仁里头大约含有24到25克的蛋白质，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两多的纯蛋白质，比咱们常吃的猪肉、鸡肉的蛋白质含量还要高出不少。而且花生里的蛋白质、氨基酸种类比较齐全，尤其是富含赖氨酸，这在植物蛋白里头算是相当优秀的了。很多素食朋友或者不太爱吃肉的老人小孩，适当吃点花生，也是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好途径。再说说脂肪，花生里头大概有44到49克的脂肪，听着挺吓人，对吧？半斤花生差不多有2两多的油了。但您别慌，这花生里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油酸和亚油酸占了80%以上。这些好脂肪对咱们的心血管其实是有保护作用，能帮忙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是脂肪家族里的优等生。这也是为什么营养学界常说，花生油、橄榄油这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比猪油、牛油这些动物油要更健康一些。除此之外，花生还是个微量元素库，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每100克能有10几毫克，这可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咱们抵抗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还有维生素 B1 烟酸、叶酸、镁、钾、锌含量都很可观。镁元素对咱们的心脏和神经系统很有好处，钾元素能帮忙调节血压，锌元素则和咱们的免疫力、伤口愈合密切相关。特别是那层薄薄的红衣，也就是花生皮，里头含有不少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物质，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天然植物化学物。咱们再说说花生里的一个小明星成分白藜芦醇，这几年不少养生文章都在吹捧它，说它抗氧化、抗衰老，甚至能防癌、防心脏病。这个成分确实存在，也确实有一定的生物活性，但咱们后面会详细聊聊它在花生里的含量到底能不能给咱们带来这些神效，可别被夸大的宣传给忽悠了。不过啊，营养虽好，咱们得讲究个适量二字，这是今天整期节目里最想强调的一个原则。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吃大豆和坚果类食物25到35克，折算成花生仁，大概就是每天吃1小把，去壳之后差不多15到25克，也就是10几粒到20几粒的样子。朋友们，记住这个量啊，1小把就够了，可别抱着一袋子边看电视边吃，那可就超标太多了。花生虽好，但它毕竟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凡事讲究适量，好东西吃多了，身体也扛不住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聊聊民间关于花生的那些神奇传说了。花生因为太常见了，老百姓给它赋予了不少超能力，网上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有些说法真的经不起科学的推敲，咱们得一个一个来较较真儿。这恐怕是流传最广的说法了。很多长辈都说，花生那层红皮可不能搓掉，那可是补血的宝贝。尤其是家里有人贫血，
或者女性生理期，总要熬点花生红枣汤，觉得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补血秘方。咱们来较真儿。所谓补血，在现代医学里最常见的就是改善缺铁性贫血，也就是体内红细胞生成需要的铁元素不够了。那咱们看看花生红衣里到底有多少铁。实际上，花生红衣的铁含量非常有限，而且它属于植物性铁，也就是非血红素铁。咱们人体对它的吸收率很低，大概只有3%到5%。你想想看，100克猪瘦肉的铁含量虽然也不算特别高，但它是血红素铁，吸收率能达到20%以上，比植物性铁高出好几倍。你要是真想靠吃花生红衣来补铁，那得吃多少啊？恐怕铁没补上来，脂肪先超标了。而且啊，花生红衣里头含有一些单宁类物质，这类物质会和铁离子结合，吃多了反而可能影响铁和其他矿物质的吸收，这就有点适得其反了。所以啊，花生红衣不是不能吃，它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物质对身体确实有好处，但把它当成补血神药，那可真是给它加了太厚的滤镜了，真贫血了。还是得去医院查明原因。该吃药吃药，该吃动物肝脏、红肉、菠菜这类含铁丰富又利于吸收的食物就得吃，别指望一把花生红衣就能解决问题，耽误了正经治疗反而不划算。第二个常见误区，说花生能软化血管、降血压，甚至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些朋友听说花生里含有白藜芦醇，就认为吃花生能保护心血管，甚至有人停了降压药，天天吃花生当保健品。朋友们，这个误区可太危险了。咱们先说白藜芦醇，没错，花生里确实含有白藜芦醇，但含量微乎其微。有研究数据显示，花生中白藜芦醇的含量大约只有每克0点几微克到几微克，比起葡萄皮、红酒里的含量都要低得多。而在一些动物实验中产生显著效果的剂量，折算到人身上，你可能每天得吃好几斤甚至10几斤花生才能达到。咱们前面说了，每天推荐量才10几20粒，你靠日常吃花生能摄入多少白藜芦醇，根本达不到起效的量啊，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再说了，花生本身脂肪含量将近1半，热量非常高，100克花生仁的热量大约在560到570千卡，相当于1碗大半斤的米饭。你要是为了通血管每天大量吃花生，血管通没通不好说，体重先飙上去了，血脂也可能跟着升高，这对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来说反而是帮倒忙，得不偿失。所以啊，花生是一种健康的食物，适量吃对身体有益，但它绝不是药，不能替代任何药物治疗，更不能当成保健品来大量猛吃。该吃的降压药、降脂药一粒都不能少，该定期复查的血压血脂一次都不能落下。食疗只能是药物治疗的辅助和补充，绝不能本末倒置。还有一个说法也挺常见，说花生温和好消化，胃不好的人应该多吃花生养养胃。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太准确。花生虽然本身不算辛辣刺激的食物，但它脂肪含量高，消化起来其实需要更多的胃酸和胆汁参与。对于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的朋友来说，吃多了花生反而容易加重腹胀、反酸的症状，尤其是油炸花生米，又干又硬又油，对肠胃负担就更大了。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与其指望花生养胃，不如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花生偶尔少量吃点，煮软了吃，问题不大，但绝不是养胃的首选。这2年市面上还流行起了花生芽和黑花生，商家宣传的神乎其神，说什么营养翻倍、抗癌防癌。咱们客观的说，花生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一些新的活性物质，比如白藜芦醇的含量会有所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依然有限，达不到宣传中那种神效的程度。黑花生呢，颜色深是因为花生衣里含有花青素这类色素物质。花青素确实是一种抗氧化成分，但黑花生的整体营养结构跟普通花生比起来，并没有本质上的飞跃。说白了，这些都属于正常的食材，可以尝尝鲜，换换口味，但没必要为了超级食物的噱头花高价去追捧。说完了误区，咱们得敲敲警钟了。花生虽然好，但有2个大禁忌，咱们一定要牢记在心，不然养生零食分分钟变成伤身利器。这一段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来听，这是重中之重，朋友们一定要记住，甚至可以说是今天整期节目里最重要的一句话。花生特别容易感染一种霉菌，叫做黄曲霉菌，尤其是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下，
或者花生本身有破损虫蛀的情况下，特别容易滋生。这种霉菌会产生一种剧毒物质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有多厉害呢？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是氰化钾的10倍。更可怕的是，它是国际公认的一类致癌物，主要攻击咱们的肝脏。长期微量摄入会大大增加患肝癌的风险，是明确写进医学教科书的致癌物质。有朋友可能会想，发霉了，我把发霉的那颗挑出来扔掉，剩下的继续吃不就行了？不行，绝对不行。黄曲霉毒素的菌丝是可以渗透到周围看似完好的花生里的，你肉眼看着没发霉，其实毒素可能已经扩散了。这就是所谓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只不过这锅粥可能会要命。还有朋友说，那我高温炒一炒煮一煮，把毒素杀死不就行了？朋友们，黄曲霉毒素非常耐热，它的裂解温度高达280摄氏度，咱们平时炒菜的温度也就100-200度，根本破坏不了它。就算是油炸也很难达到彻底分解的温度，所以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觉得高温加工就能一了百了。所以我的建议非常明确，只要发现花生发霉了、长毛了、颜色发黑发暗了、有哈喇味了，不管是一粒还是一袋，整包扔掉，千万别心疼那几块钱。另外，买花生尽量买带壳的、干燥的，回家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潮。如果是花生酱、花生油，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认准生产日期和检验合格标志。小作坊的土榨花生油，因为原料筛选和加工工艺不过关，黄曲霉毒素超标的风险要高得多。这一点尤其要提醒家里老人，别图便宜买土榨油。第二个禁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花生不是人人都适合敞开吃的，咱们分几类人群来说一说。首先，胆囊切除或者胆囊功能不好的朋友要少吃花生。为什么？因为花生的脂肪含量太高了，将近一半都是油，消化脂肪需要胆汁参与。胆囊有问题的朋友，胆汁分泌和储存都受影响。吃多了高脂肪的花生，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甚至诱发胆绞痛。这种疼可不是闹着玩的。其次，对花生过敏的朋友，那是绝对一口都不能碰。花生过敏是最常见的食物过敏之一，而且往往比较严重。在国外甚至是导致食物过敏性休克死亡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轻的可能就是嘴巴痒、起疹子、肚子不舒服，重的可能引起喉头水肿、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是会危及生命的。有些朋友可能以前吃花生没事儿，突然有一次过敏了，这也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过敏体质和身体状态是会变化的。所以如果你吃完花生觉得嘴巴发麻、皮肤发痒、肚子不舒服，一定要警惕，赶紧去医院查查过敏源。家里如果有明确的花生过敏史，做饭、买零食的时候也要格外留心配料表。另外，正在减肥的朋友，还有糖尿病朋友，吃花生也要格外注意量。前面说了，花生热量高，100克就500多千卡。你如果一边喊着减肥，一边没事就抓一把花生吃，那热量轻轻松松就超标了，一不小心一天的运动量都白费了。糖尿病朋友虽然可以吃花生，因为它升糖指数不算高，但也要算在每天的总热量里，不能额外加餐猛吃，否则脂肪摄入超标，血糖和血脂都可能跟着受影响，控制不好病情。还有一类朋友容易被忽略，就是痛风和高尿酸的朋友。花生虽然嘌呤含量不算特别高，属于中低嘌呤食物，但如果搭配着啤酒、海鲜一起吃，比如很多男性朋友喜欢的啤酒花生米，那嘌呤摄入量就会累积升高，容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这个搭配习惯，痛风的朋友们真得改一改。最后，肠胃功能弱、容易腹泻的朋友，还有小朋友，吃花生也要注意。花生颗粒比较小，容易呛入气管，尤其是3岁以下的小宝宝，咀嚼吞咽功能还没发育完全，家长一定要看护好，最好把花生打碎，煮软了再给孩子吃，千万不要让孩子拿着整粒花生边泡边玩边吃，防止呛咳窒息的意外发生。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好了，说了这么多不能做的，咱们最后来聊聊应该怎么做花生要吃出健康。这几条建议你一定要记住，学会了花生就能真正成为你养生路上的好帮手。第一条，首选水煮或炖煮，少油炸少爆炒。咱们中国人吃花生最喜欢油炸花生米，又香又脆，配上一碟小酒简直绝配。但是啊，油炸之后花生的热量会进一步飙升，一勺油下去，热量蹭蹭往上涨，而且高温油炸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比如丙烯酰胺等。
花生里原本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可能被氧化破坏，好东西反而打了折扣。相比之下，水煮花生是最好的吃法。水煮的温度不会超过100度，能最大程度保留花生的营养成分，而且不上火、不油腻，特别适合三高人群和老年朋友。你煮的时候加点八角、桂皮，一点点盐，小火慢煮个40-50分钟，那个味道就非常好了，软糯入味。炖汤的时候放一把花生，比如花生炖猪蹄、花生排骨汤、花生炖鸡爪，也是很好的选择。花生吸饱了汤汁，软糯可口，还能给汤增添一份醇厚的口感。第二条，吃花生尽量保留红衣。虽然咱们前面辟谣了红衣补血的说法，但花生红衣里头确实含有膳食纤维、多酚类抗氧化物质，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成分，不能因为破除了一个迷思，就把它的其他好处也一并否定了。所以，如果不是口感上实在接受不了，吃花生的时候尽量不要把红衣搓掉，连着一起吃，营养更全面。第三条，学会挑选和保存，从源头把好关。买花生的时候，尽量选颗粒饱满、外壳完整、颜色自然的。如果买的是去壳花生仁，看看颜色是不是正常，闻一闻有没有霉味或者哈喇味。买回家的花生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和潮湿环境。如果是夏天或者南方潮湿的季节，最好放在密封罐里，甚至可以放冰箱冷藏保存，防止受潮发霉。开封的花生酱、花生零食也要尽快吃完，别放太久，一旦发现异味变质，就要果断丢弃。第四条，巧搭配，营养加倍。花生可以和很多食材搭配着吃，效果会更好。比如花生和玉米搭配着煮粥，蛋白质互补，口感也更丰富。花生炖木耳能起到润肺的效果。花生拌菠菜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家常凉菜，清爽又营养。但要提醒一句，花生和黄瓜、螃蟹这类寒凉食物搭配的时候，脾胃虚寒的朋友要适量，别一次吃太多，以免引起腹泻。最后呀，咱们再唠几句轻松的小知识，供大家茶余饭后聊天用。第一，花生酱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但一定要挑无添加糖、无氢化植物油的纯花生酱。市面上很多花生酱为了口感香甜，添加了大量的糖和反式脂肪酸，吃多了反而不健康。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配料表。第二，花生油作为咱们厨房常见的食用油，本身是健康的植物油，但也要控制用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烹调用油控制在25到30克，也就是2-3勺的样子。不管用哪种油，都不能敞开了倒。第三，花生壳其实也不是完全没用，晒干之后可以用来做枕头填充物，或者作为一些手工制品的原料。不过这个就属于生活妙用范畴了，跟食用健康关系不大，咱们就当个小知识听一听。节目做到这儿，咱们再拿出点时间回答几个后台留言里问的比较多的问题，说不定就有你正想问的。问花生能生吃吗？生吃是不是营养流失更少？确实有朋友觉得加工次数越少，营养保留的越好，所以喜欢生吃花生。从理论上讲，生花生确实避免了高温加工带来的营养损失，但生花生里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剂，会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而且生花生表皮更容易携带尘土和微生物，如果清洗不干净，肠胃敏感的朋友吃了容易闹肚子。所以除非是经过正规灭菌处理，可以直接食用的产品，一般还是建议大家煮熟或者炒熟了再吃，安全第一，营养第二。问，晚上吃花生会不会发胖？会不会影响睡眠？这个问题问得挺细致。其实食物本身不分白天吃和晚上吃，关键还是看总量和总热量。晚上活动量小，代谢也相对慢一些，如果这时候还大量摄入花生这种高热量食物，确实更容易造成能量过剩，长期下来容易发胖。所以建议大家把每天的那一小把花生尽量安排在白天当加餐，晚上如果实在想吃，也要严格控制在几粒到10几粒之内，别当成夜宵猛吃。问花生和豆浆、牛奶一起吃可以吗？会不会相克？网上关于食物相克的说法特别多，什么花生和黄瓜相克，花生和牛奶相克。但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看，这些所谓的食物相克，大多数都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正常人正常搭配食用，一般不会出现网传的那些严重后果。花生和豆浆搭配，蛋白质种类更丰富，口感也不错，是很多家庭早餐的常见组合，完全没有问题。大家不用被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吓到。
正常均衡搭配就好。问：孕妇能不能吃花生？这也是很多准妈妈关心的问题。其实除非本身对花生过敏，或者医生特别叮嘱，一般孕妇是可以适量吃花生的。花生里的叶酸、优质蛋白对孕期营养补充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早些年有种说法说孕期吃花生会增加宝宝出生后过敏的风险，但后来更多的研究反而发现，孕期适量摄入坚果类食物，可能还有助于降低孩子过敏的概率。当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还是要结合自身体质和产检情况，最好咨询产科医生或营养科医生的意见，不要自己盲目下判断。好了，几个高频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屏幕前的你还有别的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后续节目里接着给大家解答。朋友们，关于花生的健康吃法，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你看，花生确实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味道好，还亲民，蛋白质高，好脂肪多，微量元素丰富，但关键就在于咱们怎么吃，吃多少。记住几个要点：每天一小把，别贪多；水煮炖汤最健康，少油炸；发霉的花生赶紧扔，一粒都不能留。特殊人群要当心，过敏、胆囊不好、痛风。减肥期的朋友都要控制量，挑选保存要用心，干燥阴凉是关键。把这些要点记在心里，花生就是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而不是悄悄埋下的健康隐患。朋友们，吃花生的健康知识你都听明白了吗？下次在端起花生米的时候，可别忘了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内容哦。觉得有用的话，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家里爱吃花生的长辈，让他们也少走点弯路。咱们一起健康吃喝，快乐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